父亲他近来还好吗？都挺好。看到你在长安如此富足，姨娘也很是欣慰。你父亲在洛阳时时惦念着你。这些胡饼是他特地叫我带来给你吃的。他为何不亲自过来？唉，牡丹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何家呀，是一年亏过一年，如今已是家徒四壁了。你父亲四处奔波，忙着还债，哪儿还脱得开身呢？怎会如此？父亲当年也是数一数二的商户，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？你又不是不知，你和刘畅成亲那年，何家为你贴补进去多少啊？后来你从刘家逃走，那众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刘家不仅不再帮衬，反而还处处为难，我们哪儿斗得过关呢？那其他人也是见风使舵的，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牡丹，你如今这潇洒快活，可是整个何家的安危换来的呀。我明白了，我收拾一下细软，回趟洛阳，与父亲商量一下解决之法。别！你父亲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不就是拉不下脸才让我来找你的吗？那你就算回去了，他也不会见你的。可若是我不回去，我如何帮父亲打点生意呢？说的也是啊，你们父女俩啊，姨娘知道，这心里都记挂着对方。你父亲在洛阳家里呀，天天念叨着你，说他觉得有愧于你，还说你呀，喏，像马儿这么大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知道帮着他算钱理账，孝敬得很。如今父亲有难，哪怕他不见我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。这样，我差人先置办一些玉器，还有丝绢，你带回去，解燃眉之急。这几日，我会联络长安的药商，想办法牵线搭桥，让父亲的生意重新做起来。好，牡丹有心孝顺，姨娘甚是欣慰。只不过，你说的这些个法子，它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何家的困境啊。姨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姨娘跟着你父亲这些年，生意的事情也算是略知一二，你又何必瞒着姨娘呢？长安城谁人不知，这方圆才是你身材的根本呐。不是父亲叫你来的。牡丹何出此言呢？自然是你的父亲叫我来的。我深知父亲的秉性，他对母亲用情至深。母亲生前最珍惜的便是方圆，父亲深知这一点，怎会向我讨要？姨娘瞒着父亲来到了长安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但可惜，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一分一毫，更夺不走这个方圆。来人，送客。请吧。牡丹，你误会了。牡丹，如今何家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看看马儿，你看看你阿弟，他还如此年幼，你忍心看着他跟着我们一起忍饥挨饿、风餐露宿的吗？不忠不孝的无礼俗妇，我才不认你这个姐姐！不许说这句！父亲有句话，确实没有说错。我8岁的时候，便跟着他跑商铺做生意，算盘拨得比账房先生都要快。若是你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，定不会让你过上忍饥挨饿的日子。毕竟，他又忠又孝，又明事理。马儿
儿可是你父亲唯一的子嗣，将来是要继承何氏家业的。你竟如此偏损于他，等他将来当了何氏家主，回了洛阳，你可是要向他下跪磕头的。真是笑话！我早已自立门户，他当谁的家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面前站着的可是名满京城的花满珠店主，你让他跪？你看看那墙上挂的字，那是圣人亲手写的。我劝你说话还是客气些。你一个小小的贱婢，你说谁贱婢呢？我们方圆可没有贱婢。哎，你们这儿你若是再不走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何为芳，你的良心莫不是被狗吃了吧？若不是你当年逃家的时候带走了我何家一盆名贵的牡丹，这才有了发家的本钱。怎么，如今风光了，想要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如今这泼天的富贵，就理当有我何家的一份。我在长安白手起家，几度危难起伏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们任何人。而如今，你想来分一杯羹了？我告诉你，那琼台玉露是母亲所种，方圆是她留给我的嫁妆。父亲有难，我自会与他商量。但是这一切跟你毫无关系。来人，送客！我不走。哎，你别碰我！你们别碰我！我不走！阿娘，何为芳，你母亲不是必死的。等下，你说什么？你母亲当年并非染了病，而是被下了毒。走。接着说。下毒的是他的仇家，且此毒无药可解，唯有紫细丸可以试，所以当年你父亲才拼了命的去找他供药。你以为你胡诌几句，我就会信你的话吗？母亲生前待人良善，除了种花，不染俗世，哪里来的仇家？那只是你不明真相罢了。他不仅有仇家，钱大人还恨他入骨。想来是他自知罪孽深重，所以才没有将此事告知你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什么样的恶疾会突然发作，且短短数月便撒手人寰？你是自小接触药材的人，可曾见过这样的怪病？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知道此人是谁。给我5000匹绢帛，我便将此人的姓名告知于你。是真是假，你一探便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吴红是洛阳人，曾在长安做贵人家仆。几年前，他回老家探过一次亲，正是何夫人生病那段时间，日子对得上。他回洛阳探亲前，一直住在长安，应当和母亲无冤无仇。他为何要害母亲？这个实在没查到，不过此人古怪得很。他回到长安后，销声匿迹了一阵子，甚至换了名字，深居简出。他若心中没鬼，为何要这般？他如今人在何处，在做什么？他在城外经营着一间孤幼病坊，平日也没什么异常。周围乡邻都对他赞不绝口，说他慈善亲和，对孩童甚好。你可有他的画像？